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情感导师们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和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靠谱的时候，老是热衷跟朋友投资，每一次投资出去的钱都打了水漂。现在我年纪大了，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有那么多钱去支持他胡来，再这样下去真的是很累啊。我也不是每次投资都失败吧，买房子的钱不就是我挣回来的吗？投资本来就有风险，为什么呢不能多相信我一点呢？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吴先生60岁，来自广东自由职业；李女士53岁，来自广东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结婚多少年？结婚30多年了。哪儿人啊？安徽人。现在在广东生活，是这意思吧？在深圳生活30多年了，几个娃呀？一个娃。男娃女娃？女娃。女娃多大？女娃是才20，应该是23。才21，女儿多大都不知道啊。女不是这还在读大学，读大4。你们是从安徽结了婚之后从安徽离开去的广东打拼？不是，我们是谈恋爱去的。啊？在安徽谈的恋爱。对呀。然后因为呢结婚没钱，没办法，才想着这个去深圳去对呀，打拼。在深圳多少年了？有31年了。现在在深圳有房吗？有。多大？110多。所以你看，闺女儿读大学，对吧？安徽去的打工，在深圳31年，我们知道深圳前段的房价有多高，100多平的房子，这是人生赢家呀！跑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呀？来吵架的。喜欢这种感觉，来吵架，吵啥架？有啥好吵的？这30多年，我一直都很憋屈啊，堵啊，心里很堵啊，真的。今天是老师们给疏通一下这心里的堵，是吧？对。行吧，那咱七七八八的事儿就不说了吧，你就说31年最让你堵心的，咱就说这男人吧，是啥？从谈恋爱开始啊，我们2个都是学校分配在一个单位里。那个时候呢，他追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因为他对我挺好的。然后要结婚肯定要考虑很多了，结婚你是不是要办婚宴啊？要不要有婚房啊？有。好，跟他父母也接触过，他父母说一口就说1分钱都不会给，没有钱。家里穷嘛。对，没有钱怎么办呢？因为当时我们单位在深圳呢，就有一个分公司那我想到他也大学毕业啊，那单位都有人过去嘛，有大学生过去嘛。我说你为什么不能过去呢？就让他去跟领导拍拍马屁，溜溜须，看说说好话，看能不能去啊。结果呢，我去找过领导好不好？因为我的专业不好，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所以我就没去成。那我就想个下策了，那你就自己有文凭，自己能不能去深圳啊？自己去创业啊，对不对？你自己去找工作啊，别人都可以，你为啥不行？我就天天给他扇风，天天给他扇风。哎呀，这枕边风扇的哟。然后呢？然后就跟我干喽，我吵喽，吵了最后我不是去了吗？也是，对不对？刚开始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没有。哪年啊？我是92年底去的。92年底就去了这还有什么？这有啥堵的呀？92年去深圳了，这是老一波的创业家呀。去了几年，挣了一点钱，那我想过舒心的日子，是不是啊？没错。买个房子是不是很正常的？就92年去，就过了几年就能买房了。过了几年到2000年的时候了，我就想买个房。98、99年的时候，他想买房了，跟我吵了2年，我没买。那为啥要买房呢？然后到01年，我实在架不住了。你知道为啥要买房？买就买吧。
买了。我租房子是不是住自己的房舒服一点？租的房子又小，还不能买东西，你买件衣服都不行，那个衣柜一点点大，也放不了2件衣服啊。这不是买了吗？说明2个人能力很强啊，在深圳拼搏了9年就买了房了。那不知道这还有啥吵的呀？不知道吵了多少回才买的，不是我吵，他根本都不可能买的。就买了就对了。就是咯，还要吵什么呢？还有我养宠物、养猫的事，我们也吵了呀。养猫应该是我受委屈吧？你受啥委屈？我从小就养猫，我喜欢猫啊。他呢就看到我喜欢猫，本来是一件好心好意的，人家同事不要的猫，他说哎我抱回来，那我也挺高兴的，我也养。对您挺好的吗？对呀，我本来也是件好事，我也高高兴兴养，养了1年多，那只大橘猫它就到处拉尿，床上、被子上、枕头上，洗都洗不干净的猫尿臭。最过分的一次是抱着我的腿，在我裤子上尿一泡。不是，那不是大黄猫，又不是它，你跟这赌啥？你应该跟猫赌气。你听我说，他把我就说送人了。哦，我不在家，我出差去了，一回来我家的猫都不见了。我问他，那猫死掉了。我是给他侄子抱回去养去了。结果呢，我问他，我说猫哪去了？他说埋掉了。我说你把它埋的地方告诉我，我去看看。啊，不告诉我，忘了。哎，忘了。现在又养了多少猫，你知道吗？家里？不知道。家里养了9只猫。那猫都是流浪猫，我在楼下捡回来的。那9只猫多恐怖啊！啊，你做了一群猫围的。那我9只猫我也没再养，那我楼下还有那么多猫，我都没捡回来。那我是啊，我家里猫要吃，楼下猫要喂，我一回家第一件事我就下去喂猫。不是，你还赌啥呀？我赌啊！猫做绝育、做手术、看病，但是钱花了无数。别说花钱。我这花了一点小钱，你知不知道？他不知道花多少钱，他那个投资多少次，你看看吧，都是打水漂了，多少钱呢？那第一次是我们刚去深圳那3年，他跟人家合伙搞一个项目，那3年他颗粒无收还不说呢，他那3年的所有的生活费、什么伙食费，反正一切费用都是我承担。你看看赌不赌？那我又不是想多挣点钱，家里日子好过一点嘛。啊，那3年就是我们没孩子还年轻就算了，我就不说了。那后来那次投资呢，我生女儿了，我女儿，我妈开始是帮我带的，10个月以后她不愿意帮我带，她又回老家，我又没能力带，然后呢，我就抱着女儿回家了，跟着我妈去了，回娘家去了。好，过了等我女儿1岁半，我们回来，好了，她投资的钱没了。公司没了，就这样没了。不是，这生意嘛，有赔有赚。但是有赔有赚，但是你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有女儿了，有孩子了，有老婆，老婆也不能去上班，要在家带孩子，是不是啊？那你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你不能讲你看不准项目你就瞎投资哈，回来啥都没有了，赌不赌？后来我不就打工去了吗？啊，打工去，打工是你去打工。我不打工了，房子怎么买？是打工回来了，挣了很多钱，挣了很多钱，结果呢？很厉害呀！结果呢？结果呢？结果又做生意喽，又几个人又合伙开了个公司哦，又赔了。4个人搭伙做生意，股份25%啊，话语权一样，这个公司肯定做不下去，所以最后算了啊。再后来呢，做手机生意投资了多少钱？啊，那个不也是后来一些尾款没问题吗？啊，在家存货都1000多台，本钱是100多台一台，他就3.5块丢出去。还有那个尾款还几10万，还有更过分的。前几年咱们没钱了，好贷款，再做生意，东山再起，我也同意了啊。那你是不是该看准了？好了，他一把弄下去，他开始是说借给别人啊，借给别人几百万，后来又投了几百万，我家里有多少钱给他弄啊？啊，就完了。这个是在外面接的工程的，工程前期投入。家里就没钱了，所以工程最近也可以，差不多应该能下来了。最近就回来了是吧？差不多了，应该回得来吗？他天天都跟我说回来。我那个时候他投资的时候，没办法呀。我家女儿还在上高中嘞，还在上高中哎，要不要钱？读大学要不要钱？要。家里现在生活费没有了，我们2个现在就说没有。他自从他做这个手机生意后，我就没有上班了，我在帮他做。后来我们俩就等于都没有工作了，他就在投资，那家里1分钱都没有了，那都没工作了，那我就出去打工啊，我一直在外面这几年都是我们家所有的支出都去外，都是靠我出去打零工。我在家歇着。他天天歇着了呢。
我以为你在打工呢，你咋歇？我打工没人要了，年纪大了。哦，那个项目钱能回来吗？应该差不多，合同都签好了，就等项目预付款。主持人，你别听他的，几年前他就跟我说这话，明天、后天、下个星期、下个星期3、下个星期5，一直到现在。不重要啊！今天来的核心目的是什么？是为那9只猫来的，还是诉诉苦就算了？还是要知道他到底这个钱能不能回来？咱啥目的？我心里堵着这口气，到老了，你看我到外面到处去工作，你看家里是不是柴米油盐，你一切都要钱，对不对？女儿是不是要上学，要不要生活费？你看我到这么大岁数了，我再出去做事到处做，到处打零工，赌不赌？这30多年赌不赌？就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也就是这几年比较赌。说句实话，大哥，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说，您现在在外面欠多少钱？应该有个300-400吧。现在这房子不会因为这些债务被收走吧？不会，暂时不会。有这个风险吗？有。大概多久这钱如果回不来，这房子有可能就没了？我估计今年年底吧。最坏的结果就是有可能今年年底深圳一套房子就没了，是还是不是？有可能。可能性有多大？10%、50%。50%。对。这是核心吧？赌不赌？这个情况您知道吗？就是可能他这一辈子，或者叫这大半辈子，从92年到深圳这么折腾，可能最后都要清零了。这个结果您能承受吗？这个我也能承受啊！你再说一遍。这个我也能承受，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拿到退休金了，关键是他这个态度不对，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错了。就是您可以接受家庭资产清零的结果，是还是不是？是。但是你需要在家里面有话语权，对还是不对？对。接下来再问，如果这个资产没有清零，那些钱又悄不溜秋的又回来了，还要那个话语权，要还是不要？要。也要。对。就是不管有钱没钱，对，老娘要做主。本来我也给他呀话语权，我也家里也不是很武断的一个人。你的态度很不对的，你看大男人主义特别严重。这就听明白了，但是你说让一个60岁的男人改，好像太难了。我已经改好了，他现在家里发火不吱声了，那更气人呢。那没办法呀，对吧？你为啥不吱声呢？因为钱是我搞出去的呀。你觉得矮他一头？那是啊，等我搞回来，我再上来。你看，这就是不存在。我跟你说，我虽然没上班，好，但是所以我就问一个选择吧，其实是2选1嘛。钱回来了，这个夹尾巴做人的男人有可能那就不又要开始张狂了。钱回不来，后半你看，后半辈子可能他要特别的听话和顺从了。您是要钱回来，还是要一个后半辈子顺从的男人？顺从的男人，钱都不重要是吧？对，这口气得憋了多久啊？对，30多年了。这听出来了，看来在家里没少作威作福啊，没少欺负人啊。他自己没感觉，我自己感觉不出来。他一回家，哇，我带孩子就得给他饭弄上、盛上，稍不满意，你这煮的啥嘛？我好像没有这种时候呀。饭都有摔掉的时候，我喜欢吃硬一点的，你煮硬的，我也喜欢吃软一点的，这是不是你的态度？那饭摔了是谁把碗砸了？咱再问几个核心问题吧。现在的饭谁做？我做。那这是肯定的，我出去做事了，我去工作了。我懂了。现在的猫谁养？谁伺候？我不管。啊，猫不管。他还是帮我铲屎。哦，喂食是我喂，所以您还是家里面一个明君，对吧？对，您看得很清楚，谁有功谁有过，您心里有账，不像那个糊涂人是吧？对，老觉得自己嘚瑟。他都是对的，所有话都是他对。我就问一句话：一个男人把家折腾成这样，50%最坏的结果，30多年的辛勤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而这个女人一句怨言都没有，这个女人是好女人还是什么女人？要不是好女人，我也不会跟她过这么久啊。直接回答，好好说。好女人啊，好。那喜不喜欢嘛？哎，就那样吧。爱不爱嘛？说不上。
行，难怪呢，难怪。你想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还说爱，那也有可能吗？那个什么吧，赌吧。我给您出一招，其实挺好的，咱不赌了，直接离婚，房子归您。可以考虑。不是可以考虑，挺好的。这个结果你接受吗？可以啊，我没问题啊。房子在他名下啊，可以吗？可以。但是我觉得30多年了，值不值？什么值不值？就为这点事情离婚。为啥事情离婚？就这点钱的事情了。你不是钱的事情，你说了不怎么喜欢人家，喜欢吗？就那么回事，爱吗？好像没有吧。我干嘛要跟一个不爱我、不喜欢我的人过后半辈子呢？前半辈子我都赌了那么一口气了，是吧？赌吧，你叫我怎么说出口？30多年了，老说爱，也就那样了。就一起过日子这么久了，你说赌不赌？喜欢肯定是喜欢，不然的话，他不在家，我一个人还难受嘞。那你好好说啊。他回老家去了，我也觉得少样东西啊呢。哎呦，还少样东西。他回老家去了，我当然不舒服啊，我一个人了。那你可以说我思念他，我想他呀。那肯定有想啊，对吧？所以你为什么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人家觉得30多年受了很多的气？客观的说，是不是？其实家务事儿也好，外面的事儿也好，这男人没少做，但是他的这个态度，他说话的方式，让您觉得心里堵得慌。对，就这样。是吧？是的。钱这件事儿，我看您想得特别清楚，没了也就没了，房子没了也就没了，我还是愿意跟他好好的过日子。所以您那个好好过日子的标准里面是有一条是老公要对我好，或者让我感觉到他是对我好的。对，是不是？对，这个他30多年，您觉得他没给到您？对，弄懂了？哎，我怎么对你不好呢？你就问你挺好的，但是我一般不愿意表达出来。你不表达他哪知道啊？你比如说他去外面了，可下雨了，我会去地铁口接他。好，地铁口接。那个每次下雨都去接，还是接过一次就拿来说？每次不下雨也接啊。天天接呀。他要出去回来我都接他呀。那我过生日，你什么时候给我过生日啊？情人节你买过花没有啊？没有啊。我觉得这个没意义吧。到这里来的目的，我就是看他的态度。低头还则罢了，如果不低头，我有10000个斩杀你的理由，是这意思吧？对。好好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上当了啊！我上当了。你上什么当啊？不该来了。这是给你一个机会啊！不该来了。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看，好不好？听听建议嘛，啊，对吧？兼听则明嘛，偏听则暗嘛。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这个夫妻啊，跟他们聊天特别开心，你觉得心情上向上？确实，这是一对心态非常好的夫妻。但是有时候心情不好。我打听一下，深圳那套房抵押了吗？抵押了。面对这样的状况，妻子有这样的心态，我真的为你点赞。这个年龄了，事情已经在这里了，埋怨有用吗？指责有用吗？争吵有用吗？所以我不认为你们是一段过不了也离不了的婚姻。您说丈夫投资屡屡失败，但你有一个投资非常成功，那就是投资了自己的妻子。如果不是他这样的性格，我告诉你，就像你这样的投资不停，败家不停，10次婚都离了。妻子在今天的这个场合真的没有指责你，只是让你认知这一件事情，并且对他说对不起就可以，对吧？对。接下来就是好好过，很简单。因为爱情和婚姻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一起慢慢变老。我想，这样的幸福在你们家，不管这次生意是败了还是成了，都是能够实现的。谢谢。谢谢博宏兄，何老师。其实，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大叔你好幸福哦，你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爱你的老婆，你们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物质现实的考验，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所有的因为物质上的事情
而指责你，或者是他要离开你，他都坚定的站在了你的身旁，跟你一起去对抗这个世界。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我觉得她真的是很付出的一个妻子。那其实我从小朋友立场来讲的话，你们家也是个女儿嘛？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给女儿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这个榜样是她未来在择偶的时候，她会看到就是家里面出问题的时候，自己的爸爸是什么状态。不要让女儿视角看来说妈妈在跟爸爸的关系当中，妈妈是弱势群体，或者妈妈要无条件去为爸爸的一些行为买单，不管是工作行为还是情感行为或者是家庭行为。你要让他觉得你们两个相濡以沫，然后相互扶持到今天，完了你们还能一个优雅快乐的老去。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女孩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唯一的意见。谢谢文老师。杨老师，谢谢。我还真是挺羡慕你们的，真的。哎，这个大哥有没有发现？哎呀，哎呦呵，你这还怎么娇嗔的表情呢？不好意思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啊？你老婆跟你在一起31年了啊，她今天似乎有一点点窃喜，你知道吗？就是你看看，我老公现在变成31年前的状况了吧？你可啥也没了啊！我依然是31年前爱你的那个小姑娘，我啥都不怕，我就是跟着你，我还闹关怀。你怎么情人节就不送我礼物啊？怎么生日你就不给我买东西啊？怎么没花啊？他觉得他终于今天你们抛开所有的物质，所有的奋斗，咱好像又能谈把恋爱了。我在这个恋爱当中，我还得是小公主，你得宠着我，你不觉得他有点这种感觉吗？你听到刚才你太太说什么了吗？我生日你送礼物了吗？情人节呢？哎，我们都不过情人节了啊，文杰儿老师可能过，于老师你还过情人节吗？我不过，但是我真羡慕妻子回家，丈夫每次到地铁口去接，谁做得到啊？所以啊，人真真正正爱了31年，没有因为岁月的蹉跎、时光的荏苒、儿女的长大，这个爱没有磨灭丝毫啊，太让人羡慕了。你怎么当年娶了这么好个媳妇儿啊？所以加油好好过吧，今天该宣泄宣泄了啊，回去这个把日子继续过好，越来越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杨老师。米大老师，我说点悲观的哈，这个钱年底大概是回不来，你们的房子大概在年底的时候会遇上危险，但是不代表说钱一直会回不来，对吧？所以夫妻俩还会再面对人生里头又一次重大的考验。那你要是讲在这一种压力下，男人心情不好，说话有的时候不太有好气，都是可以理解的。嘴上再总是强调说一定会回来的，没事儿，我相信，但那也只不过是给唠叨的妻子打一颗强心针，心里其实也跟你一样虚呢。所以有的时候咱也就不再逼问了吧。既然当年签字的愿意一同抵押的也是您，您也都做好了跟他一起共同承担风险的准备了，对吧？这么多年下来，丈夫想变不可能，他的性格已经成了定局，而且他有的时候嘴上说的那一些不好听的话，他是带着玩笑的成分的。比如当他说我对你没有爱的，只有这一个叫什么习惯，但是您自己心里知道那不只是习惯。刚刚有讲到说所有的猫都是你收养的，您爱猫这是您爱，不代表他爱，可是您已经逼迫他接受了您所有对猫的爱，而甚至他比您更有责任心。在第一只猫消失之后，喋喋不休想知道猫的下落，想知道猫去哪儿了，就算死也要去看一眼的人是他呀。你也有看到关于支撑您的爱好上和帮您收拾烂摊子上，这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对吧？对。所以他不就用他的行动来告诉你了吗？有什么比这样的表达爱更加细腻更加踏实的呢？眼下这么多年下来，陪着他从低谷爬上来，再跌下去，再爬上来，像他帮您收拾烂摊子一样，您在他的视野面前也是无数次的帮他收拾了烂摊子。没有什么比这一对夫妻此刻站在这里说一些小情小爱，唯独不指责对方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大麻烦，更让我感动的了。
所以这份感情比我们看到的以往站在台上的感情都来得深厚。你们要加油！谢谢老师，谢谢米娜老师。乐了，讲得好。我那天看了一个报告，挺有意思的，分享一下。说咱们国家这40年的红利啊，都被这波65到73的人吃完了。那我正好不在里头。65啊，我64。啊，你看较劲吧，你较劲吧，就差不多这个区间的人吃完了。我后来就在想，凭什么是这个区间的人吃了这么多的红利？后来我发现这个区间的人都有一些特点：乐观、坚韧。所谓坚韧，就是能吃苦，摔了我再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自省能力，叫自我反思的能力。我总是在反思我这个事儿哪儿没做好，我下一次应该怎么调整。加上时代又给了我们一个长周期的大运势，那就拿到了这波红利呗，对吧？但是在这次投资上，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你有点不管不顾。大胆是个好事儿，但是投资的稳健是应该和大胆相配套的吧？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大哥，我只是认为说把家里的存款倒出去了，我真没想到说连房子都抵押了。你没有考虑到妻子和女儿，正常情况下是不是要说句对不起？要。这个事儿其实不难，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夫妻，这个又特别难说出来。米娜老师为什么说了她鼓掌？米娜老师有一段核心的话是说中要害的，男人都是要面子的，明知道自己错了，我可以在深夜里面抽我自己1000个耳光，后悔10000次，但是我不可能当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认为需要我呵护的人，我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后悔了，我当时梦浪了，我不该那么做，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错的，我是发自内心的，我也有错的时候。这个为什么给米娜老师鼓掌？就这句话特别切中要害，就是男人嘛，这么大的一个失败嘛，他也有难受啊，你要去怎么样？其实我觉得60，人生路还长，还可以做一些事儿，不要被现在就击倒了。击倒我不会，对吧？最后就是美好愿望，年底那钱快点回来吧！啊，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年。大哥，你说呀，人家要态度的嘛。年底我钱回来以后，我不会再干别的了，带上老婆去全国走走，把日子过好好的，就这样了。前面的事情，对不起。这么多年来，我这口气也要出一下了。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难得的，你能够真心得到你的回复，我会考虑，我会认真考虑一下。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哎，还考虑啥呀？别考虑了，对不起也说了，工业局了，出来啊，大姐，这太难得了。就这个感情，虽然你付出的也多，但是也很难得。有些人付出了一辈子的感情呢，都没有暖一个人的心呢。至少这个人30多年心是跟您在一起的呀。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哎呀，感慨啊！确实感慨。您看，这段婚姻有遗憾，也有矛盾，但这还真是一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夫妻，不容易。他也不容易，肯定双出。好，来，何老师。那双出。我还真觉得他们是因为感情深，就这个链接很深，所以30多年了还能一点点这个情绪上就要求必须得跟我，让我平复，让我愉快，还是感情好的表现。就是深，确实深。对，所以这叫什么求人得人嘛。我奔着爱去，我最后收获的还是爱。那富贵其他那是浮云，也不能说浮云啊，那个我们可以克服。但是真爱这个东西是情比金坚的。肯定是双出，大风大浪都过了，小小的磕碰磕不散。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谢谢，多让人羡慕啊！好了，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谢谢大家，请亮灯，请亮灯，请亮灯！谢谢两位，祝你们幸福，加油！谢谢两位，谢谢老师，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主持人。幸福夫妻，我们也看到了，即使再幸福的家庭，那也有磕磕碰碰，对吧？祝他们更幸福的生活下去。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异地恋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多一点的情绪价值，可是他要不然就是非常冷漠，要不然就是因为一些莫须有的事情生气暴躁，还有时他平时疑心病很重，让我觉得很窒息，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和他好好相处。我的情绪本来就不是很稳定，而且他也知道我会容貌焦虑，那我就会比较没有安全感啊。有的时候老是给我传递负面情绪，我怎么回应他呢？能不能也站在我的角度体谅一些我？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周先生23岁，来自江苏待业；王女士22岁，来自内蒙古待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大一的时候就谈恋爱了。哦，大学同学。对。现在呢？现在就我们都是刚毕业的状态。在哪个城市生活呀？我在内蒙古包头，他在江苏。大学毕业之后就异地了？对。异地了多久啊？2个多月了吧。这个资料上面说，现在2个人都在找工作的状态，是吧？是的，是的。那这个为什么不到一个城市去啊？因为我这边是想在我家这边发展，对，然后他那边是想在他家乡那边发展。哦，那也挺好。今天为什么来呢？主要是想就是我们俩相处这么久了嘛，其实有很多就是磨合吧，然后磨合的不太好。就我们俩不是异地了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只能通过微信来交流，很多时候他是见不了面的。然后很多情绪问题都没有办法见面解决。所以我就在很多比如说我身体难受的时候跟他去说，他可能并不能够及时的给我到一个好的情绪反馈，让我觉得很难受。他有肠胃炎嘛，他经常身体会不舒服，他就会告诉我。我的想法就肯定是问他家里有没有药嘛，没有药的话我可以给他买药嘛，可以外卖嘛，给他买药到家里先从根本上解决他这个身体不舒服的问题然后包括从我跟他的交流当中，虽然只能通过微信可能文字上的联系，但是我也会通过一些就是这些语气词能尽量让他感受到我是在关心他的。对，但是他总是觉得我对他的态度冷漠。你希望他怎么样，姑娘？我希望在我跟他说难受了之后，他能及时的哄一哄我，安慰我一下，而不是怎么安慰？比如说，他可以说宝宝你难受了，或者是怎么样我要是在身边就好，而不是直接你家有药吗？还有啥问题？还
还有就是他疑心病的问题。疑心病啊。前阵子我不是就参加那个省考，然后我笔试过了，我就找了一个面试班上课，从早上到晚。我下午那会儿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晚上9点钟可能才下课，然后但是等真正下课的时候，老师把我留下来了，他想跟我沟通一下，就是我接下来这20天该怎么复盘和去学习。我们俩就说了半天，大概40分钟吧。我的手机就是它到那个时间点了，它会自动的开启睡眠模式，所以他给我发的后面的消息啊、打电话我都没有听到。然后我看他又给我打，我说我怕他着急，我就当着那个老师的面，然后我就接了。然后他也是就那种就是我觉得比较凶的那种质问我啊，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回我话？然后你这么久在干嘛？然后怎么样的？我就觉得不被尊重，有些不舒服。毕竟2个人异地嘛然后包括他那天跟我说了，他上课是上到晚上9点钟，然后我大概在9点过后15分钟左右，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我发了一条信息他没回我以后，我又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有点着急了，就联系不上嘛，毕竟是异地的状态，失联的状态，然后我就一直给他发了好多消息，打了好多电话。然后后面他终于接电话了，然后我就心情比较烦躁，可能说话的语气也比较重。听懂了。还有吗？还有啊，就是哎呀，他真的是他很大男子主义。就他之前买一个毛衣，他说要买情侣毛衣，然后我看了半天，他说你看看吧，你穿多大码的？他问我了吧，我就去看了，我一看他推荐的那个身高体重啊是 M 码。但是我就想，女生嘛就穿衣服想买大一点，想要 oversize 那种的，我就说买 L 码吧。我跟他说了以后呢，他就非常坚定的跟我说，你穿 M 码吧，我看了你的身高体重正好就是 M 码，你不用穿 L 码。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半天，我说我想穿大一点，他说我去问客服了，客服说了你穿 M 码就行。他买回来了以后，这个衣服就有一点点小，然后我说怎么办？他又给人家退回去，又重新买的 L 码。就是我喜欢一件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就平常比如说买什么东西，我在他那边可能认为我比较执着，比较固执一点，即使就有的时候我会征求他的意见，但征求了他的意见以后，可能我会最后还保留，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决定。他会觉得我有点不尊重他，大男子主义。还有就是他之前吧会给我买花，就比如说生日啊，或者是情人节之类的，我特别高兴，因为他给我买花就他的一份心意嘛。是。但是他第一次给我买的花，我就觉得有点丑，就是他非得买那种满天星，然后跟那种不同颜色的玫瑰花夹在一起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大片简单的颜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很高兴，但是我希望你如果下次还给我买的话，你就给我买那种就是单纯就是玫瑰的，不要有满天星之类的。他说好，然后等到下一次他还是给我点满天星的。因为我们俩经常我给他送花的时候是处于异地的状态，对，然后满天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花，满天星的花语就是代表守护爱情、思念啊这种花语。所以即使他跟我说过他不喜欢满天星，但是我后面给他买花的时候，还是会加上满天星去点缀，就是我感觉是表达的我的一份，就是这种花语表达的是我的一份心意。甚至我们俩之前有一次闹分手，都分手了，他又给我点了束花，然后还是带着满天星。他还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满天星，但是我喜欢。这挺好，挺好啊！这是为啥？我就是觉得这个满天星的花语能够代表我的想法。你也觉得好笑？确实有点好笑。分手了我还给他送他不喜欢的花。这个就对了嘛，分手送就对了嘛，对吧？这个时候花语就变成了我是一个多么固执而执着的人，是吧？那次分手之后是谁提出来的复合？是他。是我。那你为什么同意了呢？因为他答应我这些会改。那你觉得他能改吗？我现在觉得他改不了。改不了，为什么不分手呢？但是因为我对他还有感情吗？对他有什么样的感情？我都没听出来。这个人情绪价值提供不了，对吧？又大男子主义，然后又固执，对吧？好像在你们的描述里面，你们很少有事情能达成一共识的啊。就是他平常比较照顾我吧，他也是我的初恋嘛。我就想2个人在一起都这么久了，这些事情
本身也不是很原则性的问题。那么两个人在一起都那么久了，是想奔着结婚去，对吧？嗯。虽然这个城际铁路很快啊，嗖就到了，对吧？江苏哪儿啊？江苏淮安。哦，淮安。对。从淮安到包头也没多远。啊。按照现在的理解，对吧？高铁的理解，为什么不在一起？既然想要奔结婚去嘛，那大学毕业得在一起啊！你们的目标是在一起嘛？为什么一毕业就选择了分开呢？如果去对方城市的话，就有点远离家人。所以你的我能理解，女生的这个想法我能理解。你呢？你想跟他在一起吗？哦，我是想的啊，就是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到我这边来的，就是跟我就来淮安或者江苏，比如说去南京、苏州都可以。我的大目标是放在南方江苏这边发展的未来，而且在淮安家乡的话，毕竟有家里的支持，可能会更顺利一点。所以宁可分手也得回家，是吧？这跟你送满天星是一样的嘛？啊，就是可能去他的城市会让我更加迷茫，不知道怎么去展望两个人的展望未来。那你们俩这么较着劲干嘛呢？就其实我觉得我们俩还是性格上比较都很相冲，性格是相冲的。没有谁会为了对方做出一些可能考虑上的让步啊，对，妥协。对，所以会导致现在这个局面，就包括日常的琐事，吵架也好。有没有想过跟他分手？想过。为啥不提？因为我们今天换个话题，讨论一下分手。你不是想过吗？你跟他说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想分手？分手的理由是什么？你是怎么考虑的？就是当我们发生一些争吵的时候，就是比较大的争吵，情绪比较上头的时候，那我的脑海里面就会想，我还是觉得有些东西是真的磨合不来的，是怎么沟通都不能去解决的事情，在性格上，这不是能轻易改变的。对，所以还是会觉得不合适，有的时候。好，男生说了，我还觉得我们是不合适的，分吧。你觉得有点突然。你觉得？我问你分吗？我现在也不知道他这样的态度。所以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看啊，有人说分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是不愿意的，是拉扯的，对吧？是不是？算吧，姑娘。这个时候看起来，这个要分手的人是一个强势的，对吧？我要跟你分手，我代表了强势。哎呀，我好弱，我不想让你走，对吧？这时候你示弱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两个人从来都不懂得去示弱，那就拉扯。看这个绳子要断的时候，有个人就松一下这个手，这个关系好像一下就恢复弹性了，对吧？对。那你能为这个小子分手了还送满天星的这个小子做让步吗？描绘一下他的性格，固执，你决定的事儿是不太容易更改的，一个满天星就看出来了，对吧？就这个男生，你愿意为他做出让步吗？我其实还是希望他能改变，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些时候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就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他都提出分手了，这个时候你还在玩命强调你要注意我的情绪价值哦。他都要跟你分手了，他还要注意你的情绪价值哟。那就不太能。对呀，他当然提供不了了呀。这不是跟你分手之后送那个满天星是一个意思吗？你今天来是为什么？我今天来肯定是为了能解决我们俩之间的。那你觉得怎么才能解决？在你心里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我觉得总有一方得做出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你希望让步的人是？我希望能够有所改变的人是他。那你会为他让步吗？其实在一些方面我会，我直接问吧，你这省考是考公是吧？
对。怎么样？面试差0.2分。哦，没考上。对。下一步什么打算？继续考。换个地方考呗。有想过，但是感觉去他那边住其实不太现实。为啥？因为我考试的时候需要人照顾嘛，然后不是考试为什么还需要人照顾呢？因为每天要学习啊，就是一个学习的人是不能自己吃饭的，得有人喂饭。那倒一个学习的人是不能自己睡觉的，得有人哄着睡觉。那倒不至于。这个照顾我们怎么理解？就这个照顾是指经济和普遍生活上面的。我觉得主要他也在忙他的工作，他做不到去照顾我，就即使比较基础的。所以你离开了你父母，你现在是没法去考公的，你是活不下来的，是还是不是？那我觉得我考公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我问你是还是不是吗？是。你现在什么状况啊？我现在也是待业的状况，我也在投简历啊，考试啊。投的方向是银行、证券这一方面，因为跟我所学的专业相关。行吗？正在投，已经投了，还没得到答复，准确的答复。那不就没戏了吗？对，所以我就在想，你说这个恋爱可怎么谈哈？就俩人现在都没法养活自己，还要跟爹妈要钱，男生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做些什么，怎么为这个女生负责？女生一门心思的就非常简单嘛，我得靠着我爸妈嘛。我离开了爸妈，我现在活不下去嘛。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来这儿的核心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我是想着我们俩这么久的感情了，我还不想让这段感情就是因为这些在我看来不是原则性的问题结束。哦。然后我是想着，如果他能为我改变一些，就是我们俩就能继续。如果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他为你改变了，但是还达不到你的要求，行吗？那可能我也会改变一些自己吧。啊，就如果达不到要求，我也不知道，老师。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宝红兄，我们说，爱情是支配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力量，但很显然，这种力量在你们两个人身上，它已经力不从心了。异地恋确实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恋爱成本，但是你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刚才赵传老师其实入木三分已经把你们点破了。如果你们两个人心中真有爱，两个人就是奔赴未来去的，是不会在毕业以后各奔东西的。你们两个人更多的考量的是，我的生存、生活、事业是胜过爱情的。因为很多人如果真的很爱对方，他是完全可以在生活、事业、爱情当中找到平衡和公约数。你们根本不去找，你们彼此只想改变对方，只想对方来妥协我。所以我今天建议坦诚地面对你们的恋爱的实际状况，有好的，当然不可能逾越的，分手吧。谢谢。谢谢博红兄。文老师。小王，就是我如果是你的家人，我是你的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姐姐，我现在就是马上带你出去胡吃海塞庆祝一下啊！赶紧分手，未来海阔天空。因为这个人他没有那么爱你，你不要因为一个没有那么爱你的人而去考虑一些不切实际的未来。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是很理智的、很清醒的，甚至我坚定的支持你，就是好好走自己的路。好男孩，小周，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只是不适合谈恋爱而已，在这个阶段里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谈恋爱这个事情哦，它是要讲能力的，异地恋这个事情更是要讲实力的。恋爱谈得好跟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息息相关，你现在能力没有达到说你可以去谈一场异地恋，
而且反而我觉得你其实更需要一个人去引领你，你的情绪是需要被引领的，你不会在一段感情中去很好的做一个引领者或者支撑者，你们两个都不适合，你们两个其实都适合找一个能够引领自己的人，能够让你有方向感有目标感。你也是一样对你说他也不够爱你，但是没有关系，先要自己爱自己，你们俩就把话好好说明白，就各自散去，然后各自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现在这个时候失个恋不算啥的，没几天就过去了。说完了。谢谢文老师。严老师，我觉得你俩特逗，就分手就分手呗，还非得来我们这个舞台，在老师们的见证下听听老师们说一说，才觉得啊，你看这不是我的错啊，老师们都说了是你不对，你不好，我得分手。你俩根本不是异地恋的问题，不是不在一个地方让你们没有办法继续，而是你们不在一条线上，心不在一起，怎么继续啊？你们不过是在大学这个青春阶段遇到了一个愿意和自己分享生活的年轻人而已，谈不到爱。亲爱的们，我觉得我们其实到了20多岁，自己的角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一个单纯的学生，一个学子，变成了一个社会人，要去工作，甚至包括未来成家生子照顾老人。既然身份角色发生了变化，我们就相对的告别那种学生时代的那种青涩呀，或者说我承担不了任何的这种感觉，大大方方的坦诚的告诉对方，感谢你陪伴我，现在我们不适合，我们的爱也不够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既然你们来了这个舞台，还想听听老师的说法，还想体面的分手，咱待会儿门一转，哎，你们就出去别回来，然后心里默默祝福一下，开启新的人生，也就是这样了啊。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恋爱没谈成一点都没关系，但是胸怀坦荡，祝福对方，这就是一个好的结局。谢谢。谢谢杨老师。米娜老师，你们两个人的区别其实是很明显，就从你们送花和爱花都能看得出来。姑娘喜欢的是热烈的，是能够有自己的一个主角色彩的，不管是什么，你不喜欢带配头的话，对吧？刚刚你讲的，玫瑰就是玫瑰，百合就是百合，我需要它枝繁叶茂，不需要其他的配头来点缀。但是他却愿意是给一束的配头，配头不是说不好，小伙子，它经济，它摆在那儿也很好看，满天星一大簇的时候很梦幻，它也很纯洁。可是你们都送错了人，你们也要错了人。你应该找一个爱满天星的姑娘，而你也应该找一个送你一后备箱玫瑰的男子。就这么简单嘛。两个人原本适配度是在大学期间，但是从大学出来之后，你们同一个器皿被打破了，原本就不该长在一起的东西各自回到各自的土壤上去。姑娘也别再说希望他改变了，你要求他改变的时候，你一定得主动改变点啥，因为是你提出的要求。情绪价值，我们如果一定又说这个词儿的话，它一定是相互的，我提供给你，你也提供给我，否则你也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是万一这种价值不是她现在想要的呢？她想要的是一个可以跟她同甘共苦的伴侣，是一个可以在她身边帮她洗衣做饭，跟她分享生活里头的风风雨雨点滴辛苦的女子呢。她想要满天星，但你还是执意在温室里做玫瑰，你们道不同。谢谢米娜老师。我20多年前做了一个节目，做的财经节目，我们做了一期特别戏谑的主题，知道叫什么主题吗？叫爱情经济学，就是拿经济学的事儿来说爱情。那个时候真是当戏谑来做的啊，讲沉没成本啊，讲情绪价值，讲各种东西，全是很商业化的东西。你们现在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你们现在不是恋爱经济学，你们现在是经济恋爱学。你看，你要给我提供这个价值，你要拿出这个东西来跟我对等交换。我想想，就为什么我在这个舞台上我也曾经说过，我说特别羡慕我们那个时期的男生和女生，谁要求谁提供情绪价值，私下里打得不得了，大学分配的时候两个人只想一件事儿，怎么能奔一个城市去。
而且最主流的价值观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最主流的就是，因为她是女生，我是男生，我比她强，我要照顾她，没有现在的什么男女这个都没有，就是最本心的东西。那我就要跟女生去，因为我相信我是一个强者，我到哪儿都可以开花，都可以发芽，都可以生根，枝繁叶茂。你们没有做生活强者的要求，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谁想做生活的强者，一个表达都没有。这恋爱谈的就太弱了嘛？你怎么面对生活的风雨啊？米兰老师说了，校园是个罐罐嘛，罐罐打破了要搬到社会上了嘛，那你适应不了了吗？就温室嘛，自己也很迷茫，没有强者心理啊。强者心理是，我大学毕业了啊，我得自己挣钱了，我不能再吃我爹妈，我要一边挣钱一边考公。男生也是一样的，你有强者心理吗？有吗？所以嘤的小朋友就不要谈恋爱了，哪儿提供那么多价值，提供不了。你们现在先学会爱自己，这个最重要。在恋爱当中，不要认为恋爱了，我的一切就要交给这个人，他承担不了。这个世界没哪个男人能承担了你那么多东西，包括你爹在内。勇敢的说分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刚才，各位老师还有主持人老师跟我说的，我都听进去了。就是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好好的思考一下，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即将到来的找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们去平衡一下恋爱和生活吧，这样才能我觉得我们就是先解决生活上的问题，然后再说一些恋爱上的问题吧。我也觉得你以后应该可能找到更好的人。我也认为我们应该先去考虑生活，再去考虑爱情。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年轻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 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预测一下。两个人总算明白他们现在要什么，双不出。好，王老师。双不出。呵，这么自信。他们都不是什么先工作再恋爱的问题，是就没有那么爱，该分就分了吧，双不出。双不出。来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个结局特别好，不是说我们要拆别人分手啊。我觉得通过这种仪式化的分手，至少有一点，认清了自己，认清了现实，跟过往说再见。希望未来他们的生活能够勃勃向上。再一次的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